剧10个离谱名场面，吻戏、投影，天不是最雷的。赵露思一巴掌打男主，让男主失忆。高成本制作的鲁剧很少有不合理离谱的剧情，但小成本网剧就不一样了。比如田曦伟的《婚主请原点》，男主用刀削瓷砖的绝技，赵露思在《意外捡到的爱》中也是一巴掌把男主打成失忆。虽然剧情一定要沙雕好笑，观众才会喜欢，但是有些剧情到最后会越来越离谱，让观众看得哭笑不得。以下是鲁剧10大离谱名场面：吻戏变投影，男主变丧尸，赵露思扇男主耳光，男主失忆。离谱的鲁剧名场面1：刀削瓦片，曹雨辰、田曦伟。婚姻主子请远离，婚姻请留下，由曹雨辰、田曦伟主演。剧中有一幕，男主被贬后不小心砸了房子，女主找男主修房子。原来男主是个神仙，使出了刀削瓦片的绝活。只见他用刀削面的手法，把瓦片送到屋顶上去补洞。不仅女主傻眼了，相信观众们也傻眼了。这技术真是巧落。离谱的鲁剧名场面2：吻戏投影，元昊、赵昭仪一夜新娘，这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名场面。剧中男女主的吻戏十分甜蜜，谁知道镜头一转，就可以投射在空中，让大家一起围观。如果是现代剧还好，重点是古装剧，这么高科技的投影竟然出现在这里，实在是说不过去啊。不过我也很佩服演员们，能不笑就把表演演完。鲁剧名场面之3：空中餐车，李歌阳、董思怡。暖福生24位，暖福生24位是今年开播的沙雕甜宠剧，剧情真的很搞笑，不过也有各种离谱的名场面，而且豆瓣只有5.0。不过也有不少网友看得非常开心，非常适合饭后追剧。而且剧中还有一场女主推着餐车的戏，但是就在她准备逃跑的时候，餐车竟然飞到了半空，女主也没有惊慌，继续从容地往前推，直接变成了空中餐车。下面的小朋友看到了，也叫了一声嫦娥。鲁剧离谱名场4：绯闻，李歌阳、董思怡。暖福生24位，也是24位暖福生中的场景。鲁剧里的绯闻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不少，但基本上都是仙侠剧里出现的。这部电影的导演可能也是想营造这样的场景气氛。女主荡秋千的时候，先是惊慌失措，男主却突然出现在她面前，轻轻一用力向后飞去。当女主到达最高点时，他们接吻了。两人虽然有 CP 感，但是这一吻真的太戏剧化了，比高天还搞笑。鲁剧名场面5：罗汉堆刑场，李歌阳、董思义。暖福生24位，最后一幕也很搞笑。男主要被斩首了，女主觉得救不了他，就往他身上堆，想着和他一起死。这个好像也有道理，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离谱了。女主的妹妹也很讲义气，然后叠起来，还威胁男二一起上来，完全是买一送一。最后4个人在刑场上变成了叠叠乐，不仅刽子手哑口无言，台下的我也变得无语了，笑。鲁剧6离谱名场面：一巴掌失忆，赵露思、刘特意外捡到爱。赵露思之前也演过很多部沙雕甜宠剧，每部剧情都挺搞笑的，但最离谱的还是一不小心捡到爱。剧中赵露思误将刘特撞飞，两人因医院意外发生热吻，结果赵露思急忙给了刘特一巴掌，没想到这一巴掌竟然这么大，竟然给刘特打了一巴掌，刘特失忆了。鲁剧名场面7：烧鸦片，许魏洲、景甜。流光之城，流光之城是今年年初构思精良的民国剧，剧中的这一幕却引起了网络热议。男主许魏洲准备把家里的鸦片全部销毁，他们却来到空地，打算放火烧鸦片。正常情况下，要销毁鸦片要在海水中加入，但在剧中却用火来销毁，完全变成了聚众吸食鸦片，这也让网友们傻眼了。离谱的鲁剧名场面8：骑马坠崖，许魏洲、古力娜扎。风衣霓裳，许魏洲在另一部古装剧《风起衣裳》中也有坠崖的离谱名场面，他与男二骑马，不料坠崖，两人掉下悬崖后，不仅稳稳坐在马背上，还在男主身后一脚稳稳站在悬崖上。男主的光环实在是太强了，网友看到后也纷纷留言质问，
有没有想过马的感觉？明明是一起掉下悬崖的，这很有趣。鲁剧爆红第9场，神力高跟鞋田一同一大千，程序员好可爱，程序员好可爱。其实并不是一部小成本的网剧，但是这个剧情出现在这里真的很离谱。剧中饰演女二的田一同下车想进公司，却看到自动门快关上了，用力踢了一脚，高跟鞋恰好卡在了门外。而这还不是最可笑的，因为卡住的高跟鞋让门坏了打不开，于是他又拿起另一只高跟鞋敲了敲玻璃门，门开了。只能说这真是神仙高跟鞋，穿上这双出门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鲁剧离谱名场面时，男主变成僵尸陈意涵刘海宽，我是岁月你是星星，我是岁月你是星辰中的这一幕也是被人津津乐道的离谱名场面。女主在剧中被坏人从屋顶扔了下去，虽然她扶住了屋顶，但普通人应该撑不住，但女主竟然可以做几个引体向上偷看，看来这股力量也是不小啊。更离谱的是，男主倒地是为了救女主，他以为自己受了重伤，没想到男主像行尸走肉一样站了起来。不仅女主晕倒了，观众们也晕了，我还以为我在看僵尸列车呢。演员穿高跟鞋成潮流，吴磊采网文，蔡徐坤采系高跟鞋。说起穿高跟鞋，他们心目中的女生大多都是穿着高跟鞋显得雍容华贵。其实高跟鞋不仅仅是女性的代名词，娱乐圈的男明星们早就开始穿高跟鞋了。意想不到的效果，男生高跟鞋和女生高跟鞋虽然有些区别，但是男士高跟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驾驭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翻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穿高跟鞋的男明星到底有没有用。一、王源。王源的弟弟虽然年纪尚小，但高跟鞋已经游刃有余，气质也不逊色。简单的闪亮高跟鞋搭配拼色连体西装，两人的气质完美平衡。前段时间，王源在春晚彩排时穿上了他最喜欢的高跟皮靴，鞋跟大约5-6厘米，整体设计比较简单，不过搭配的外套过于宽松显瘦，上身显得有些臃肿。王源多次穿高跟鞋，之前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小高跟鞋就很吸睛。红色水晶鞋跟设计不仅有增高的效果，还与上身的花纹西装相呼应。这次的外套也是小短款的设计，搭配直筒西装裤就很出众。某次红毯上，王源同样身穿一身帅气的黑色西装，脚踩闪亮的高跟短靴，帅气十足。所以王源爱穿小高跟鞋并不一定是为了增高，毕竟他和高跟鞋的贴合度真的很高。二、华晨宇。华晨宇穿高跟鞋更是花式，相比其他男星的安全路线，华晨宇更有个性，让女生自卑。华晨宇的演唱会每次看都会让人眼前一亮。演唱会前，他一身粉色西装搭配一双细高跟鞋，时尚感十足。尤其是他家的高跟鞋，细跟雕花的设计比很多女生的鞋子还要精致。华晨宇的另一套高跟鞋更是出圈了，荧光粉色衬衫搭配碎花内裤，范儿十足，还搭配了同款高跟鞋，鞋跟差不多有10厘米高。虽然用纯色风衣来中和，但还是很吸睛的。粉丝称之为个性，路人表示看不懂，觉得太夸张了，倒是很符合他花花的称号。三、王一博。之前王一博也在红毯上大胆尝试高跟鞋，效果出众，整体风格走小象路线，搭配镶嵌小钻石的高跟踝靴，鞋型也与传统女士及踝靴相似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本就高挑的王一博在穿上高跟鞋后变高了，成为当晚红毯的焦点。也可能是不在造型的舒适区，王一博那天还是比较谨慎的。四、蔡徐坤。作为新生代的实力偶像，蔡徐坤自然是走在了男星穿高跟鞋潮流的前列。他在伦敦演唱会上选择了一双非常有创意的高跟鞋，细高跟和小尖头的设计很有个性，搭配红色大衣也很有韵味。不过也有人觉得这样的穿搭有点奇怪。五、鹿晗。之前鹿晗和邓超一起走红毯的时候，在鞋子上也是花了不少心思，穿高跟鞋更显气质，鞋型的选择精致，搭配金属扣点缀，尽显优雅气质。
6张杰，男明星穿高跟鞋已经成为一种新潮流。其实张杰很多年前就大胆尝试过这种风格。红毯上的一双高跟皮鞋让人难以忽视，上身的西装也很正式，但因为裤子没有选对，暴露了身材的瑕疵，还是显得土。张杰演唱会的时候还是选择了高跟鞋，而且鞋跟比之前高了一点。不过这次他选对了衣服，更有型。吴磊作为大家从小看到的大明星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大多数时候都是阳光男孩的形象。之前和迪丽热巴合作的《长歌行》有种小狼狗的感觉，似乎无论他是怎样的气质，都与他穿高跟鞋的造型格格不入。但是真正看到吴磊穿高跟鞋的时候，还是很合适的。吴磊在杂志大片中大胆尝试高跟鞋，完美打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复古风。高跟皮鞋搭配时髦的皮夹克非常吸睛，再搭配喇叭裤，整体气质瞬间转变。但是这套造型整体元素太多，有点厚重。吴磊的另一套高跟鞋就出彩多了。在高跟皮鞋的选择上，这一款比较大胆，鞋跟5厘米左右，蟒蛇纹，一般人很难驾驭。但是吴磊穿这一款就很好看，魅力主要是因为服装简单多了。你更喜欢吴磊的哪一套高跟鞋呢？8王嘉尔，王嘉尔满满的荷尔蒙气质，穿上高跟靴感觉非常合适，给人一种养眼的遐想。事实也一样，王嘉尔穿上高跟鞋后，即使不露脸，也还是很有趣的。衣服和裤子都是基本款，鞋面也是简单的白色，但鞋跟是醒目的红棕色，非常吸睛。王嘉尔登上时尚杂志的造型更是惊艳。高跟鞋他选择了最基本的黑色闪亮皮靴，但鞋跟至少要高出5厘米。配套的深 V 波点衬衫和鞋子相得益彰，它体现了男人的性感之美，打破了男生穿高跟鞋很娘的传统印象。其实古代欧洲的贵族男士穿高跟鞋的历史由来已久，现在我觉得男人穿高跟鞋很奇怪，但有点片面和狭隘。那么这些男明星穿高跟鞋的造型有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呢？